Hello，姐姐你好。雨桐你好，你们好，我是魏魏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Hello。我叫朗子，然后这个是我搭档魏魏。朗子好，魏魏好。好漂亮，你好漂亮。我们是在这边，我们是在这边。好的，这边坐。好，那就这个场交给你们俩。我们两个实习生能力很强的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压力拉满。你们抓紧时间聊，我先撤。好。哎，你是98年还是99？我是99的，99年，你是比你大一点点。我98年。几年？04年。这么小啊！04年就是21岁，哇，在跟我初入职场时候一个年纪。但是我们3个站在一块，我觉得我们都同龄人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同龄人大家都是。然后今天你完全放心，因为我们收到那个反馈是刚刚收到，你要改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这个，它只是一个昨天我们成交的一个给老师，包括给你的一个预案。然后我们约定一个小的，如果你但凡觉得不太那个，你就给我一个 wink。我说我说我不太想聊，我就突然突发恶疾，我相信你哦，把我自己交给你了，必须的，信我。对，相信他就好。他们真的其实年龄相仿，经历相似，很多共同语言。那你呢？我会旁听。哦，旁听，然后就被记录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把朗子放在。记录一下采访前的感受是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坐一下先。那开始了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调整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缓一下。休息一下，缓一下。大家深呼吸一下，不用紧张。孟雨桐真是连造型跟她刚出来的时候变化都挺大的。但他走进来那一下，我一晃神都没有太认出来，红气养人。造型变化挺大。最初的那个公众印象还是校园气，高马尾那个状态。毕竟也长大了。现在已经是霸总 style 了。对。我已经在出汗了，其实没关系。那拿2张纸巾过来好不好？你可以先拿着善人风险。OK， 那我先拿着好了。我这单子给你。这不错，这好。爽。这到底是热的还是紧张？看哪里吗？不用，你就随意都可以。对，他4周都在拍。准备开始了。好。来了。Hello， 雨桐。Hello， 你好。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吗？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不是在热搜上，也不是在任何的社交媒体或者网络上，在朋友的口中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吗？是的，就是在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迷茫的时候，然后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薇薇，有一个女孩叫孟雨桐，她特别棒，她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像她一样这么勇敢，这么自信，然后闪闪发光的做自己。然后我就去搜索了你，就是在几年之前，因为我们年龄很接近。对，我们年龄很接近。然后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今天。就是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进行这次采访，我也很幸运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境遇其实非常相像，我们都经历了一个类似说像职场综艺这样的节目。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综艺呢？当时我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场部做实习，所以导演组其实找到了我，他就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兴趣，也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市场部去实习，然后就有这样的契机。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随机的一个缘分，对，其实就是刚好尝试了一下，然后最后就被 pick 了。哇，咱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努力表现的过程，很棒，是狠的表现了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其实也跟你提到，我说看了你的之前的那个综艺，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，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特别让你感到收获很大的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生经历，它是一个异于我之前人生轨道的，我没有想过会通过一档节目的形式有这样的一个求职的机会，并且我一直觉得人生里面的第一份工作、第一个老板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级别的老板，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得的一个机遇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很兴奋、很激动，一个是觉得还挺为自己开心的，就认可自己，主动引过去了，能不能把握住？我觉得杨林卫的开场很好。开场的氛围预热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从职场综艺开始回顾也不错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去讲共情的地方。那其实雨桐，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你现在都比较熟知，然后也对你都很感兴趣。那比如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像你在你上一份工作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？
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你的一些社媒 vlog， 对，然后我看你说你上一次在格力的时候，你是什么23小时不停歇的工作，你好像有发过类似的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记录。朗子，看他怎么回。wink 这个 wink 了，wink 了自己。进格力之后这段经历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，但是我就不知道有些问题他能不能回答。因为其实这份职业我在刚刚进入的时候还真的蛮好奇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的，可能日常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的职业，所以当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觉得蛮兴奋的，因为其实我的工作的内容可能完全就是根据我的老板来安排，可能每一天都是开盲盒的感觉，你并不知道今天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。你就是去了之后，收到任务开一个盲盒，然后再收到一个任务，可能收到一个隐藏的盲盒这样子，然后不断的去攻克关卡，然后挑战自己的过程，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我其实之前有看到你的一些 cut， 就是说，当然大家都知道你舞跳得很好，但我当时是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片段，你知道，我当时很能共情你，就是我看到你被老板直接 cue 到台上，说让你当场 solo 来一段。哦，跳舞那一段很火。其实你是完全享受这个舞台，还是说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点点压力，有一点小尴尬，但是因为老板而必须要完成？第3个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，我都尴尬的不敢点开。我说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艺成这个样子啊？然后在那边就是自己大跳特跳。然后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，我觉得好尴尬，我压根不敢点开。我会觉得这个人当时在干什么，又不能理解当时自己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会有这种状态。这朗子就怕旁边有个煽风点火，点赞机器，赞，继续。那你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尴尬，但是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也不太记得了，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跳了蛮多次的。对，跳了蛮多次的。对，然后我已经好像回看当时的那个过程，会觉得自己还挺搞笑的，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小女孩，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对。就我觉得这问题还蛮温和，这很温和，很温和，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？OK， 那好，接下来我就疯狂 OK。哇塞，不行，我现在给你定了个基调，就 OK， 然后慢慢越来越尖锐，越来越尖锐，我们慢慢来。想问一下，因为你刚刚其实也提到自己很喜欢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，那之前的那份工作相信也是带给你收获满满的。那其实当时拿到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的机会，然后又做的是你比较相关、比较喜欢的市场相关的工作，其实大家对你的期待啊，包括赞许都很大。那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可能去做另外一份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工作？好，要到了。这个当中的一些转变和心路历程方面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不太一样是指现在这份工作？对对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？对。为什么离开？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就孟雨桐跟董明珠之间，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，这背后，发生了什么？有没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原因？发掘一下。其实我感觉就是换工作这件事情就跟情侣分手一样，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妙的比喻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我具体到哪一个大的事件呢？它其实都是很多事情累积在一起一个整体的因素。因为我感觉我还是属于那种主体性比较强。所以你是根据感觉去觉得我当下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，所以我进行，我并没有说完全理性的去分析是的利弊1、2、3、4。对，很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，用了一个纯类比来回答。我不会这种，我不会就分析这个是多少分，那个是多少分，然后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什么，那个东西带来了什么，我感觉我没有这个过程，没有，我是遵循内心感受，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对。就是这个太典型了，他端在那儿，就是必须要把他拽下来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判断他是端着的？他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，全是类比，全是比喻。懂我的意思吗？
我会觉得我还挺能够感知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的，我比较尊重和愿意去善待自己吧。那我觉得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一定是要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那之前我们其实了解到，你上一次说毕业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在离开上一家公司，就是毕业前。哦，我当时用的是毕业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可爱。我都忘了。对我一直有在关注。都忘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，当时毕业前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而然、很平静的就发生了？刚才讲的，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，就是比如说情侣分手啊，类似这种选择，它其实是很多事情因素夹杂在一起，它不是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事件成为一个导火索，或者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，我觉得这是没有的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就是群英老师讲的表演提问是吗？哎，你作为观众，你得到新东西了吗？我问你个事儿，好像是没有啊。那不就完了，对吧？对，我其实了解了一些你的社媒，然后我发现你称自己为就是愿意去不断经历、不断去感知的人。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感知的方法，可以让你去经历和体会更多的事情？完全是。因为我发现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精力、高能量的女孩，你自己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人生体验。孟雨桐讲到她自己主体性比较强的时候，实际我觉得再往下是有口子的，但是杨林伟一下子给截过来自己一长段的话，认为最后变成对方认可杨林伟说的东西，很宏观的，或者说可能有刚才错过了，大家会关心外界。那像你之前提到的15分钟的这个事情，其实你的15分钟已经到来了，很棒。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议给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来临15分钟的同学们？因为我感觉我其实没有任何资格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只是说从我自身的成长经历来看，我会觉得这个15分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台前很闪光，或者说是我一定要赢得世俗成功的一个状态。其实就是你在做自己感兴趣的时候，一些事情你获得正反馈的过程。那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其实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。很简单的一点，你看他回答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斜着眼睛，他其实是在警惕嘛。你正常说话的时候，我要真诚坦诚的话，不应该直视吗？他绷紧的。我是觉得他有防御的时候就会偏开，身体的逃离。那我们回到刚刚说那个职场的部分，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，因为你提到你的名字，可能大家与之而来的必然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名字。哇，这个时候进入战斗状态了吧？微微一笑。那你觉得你的前老板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挺好的。杨林卫其实是有意识的，话题聊走之后，他又给聊回来了，这点我觉得不错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印象，或者说公众还是说偏向于刻板印象比较严肃，或者说是老板的部分比较严厉。对，但是她其实是很可爱的那种小女孩。就之前我在回那个珠海直播的时候，她有一天就是把我叫到她家里，她就穿着一个粉色的睡衣。粉色睡衣，你看，增量信息来了。给我包水果，然后跟我聊天，她在跟我聊的就是聊八卦。他就跟我聊这个八卦那个八卦，我觉得哇，好可爱的一种状态，就是完全跟工作里不一样的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非常真实的一面。我觉得他是很善良的人。终于有事实了。哎，细节，这个是宝贵啊。这个非常好。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性格上的相像点，或者工作风格上的相像点和不同点？哎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话真的还蛮直接的，就我会跟他很直接的讲，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。然后他也会很真诚的回馈我，其实很坦诚的这种沟通的状态，不会觉得我们是老板或者员工的关系会隔着一层。其实我会非常直接的跟他讲我的一些想法，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觉得 OK 就可以采纳，就会比较尊重我的想法。这些都是增量信息。对，而且就是作为女性企业家，她是真的有那种共情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心的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的，而且是贯穿我一生的一个价值观的引导。所以我觉得她是我一生就是非常感恩的贵人和指路人的感觉。
对，像你刚刚提到的，其实我也是想跟你去探讨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前老板他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蛮赞赏你的，尤其是当时还给到你接班人这样的 title，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期待和期许，对不对？也是对你很高的一个赞赏。那我们其实是想问一下，当初你会觉得就现在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遗憾吗？因为网络上其实会有一些声音，会觉得或许你留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，你会成为第2个或者说更优秀的一位女性企业家。哇，这个问题蛮尖锐，上了一个高度，上了一个难度了。呀，你可以对我 wink。就是我觉得接班人这个 title 其实当时不是赋予我的，就是老板他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整体的鼓励。公司很愿意给年轻人平台和机会，让你去发挥自己的长处。但是我觉得我说白了，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在意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的人。我会觉得只要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，那任何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沟通的嘛。好聪明呀，这个回答。他应该这个问题他面临好多次了，都应该。可能在我的这个框架里面，我自己的价值体系里面，我其实非常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，想要什么。那我其实只看到这个部分就好了。很自然的屏蔽到一些事情，可能会让我更专注在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，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。自然而然就自己做了，其实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决定。那可能说像外界的一些声音，可能别人的评价只是一种他们自己认可的维度。又错过了。大家会关心外界的事情。我觉得他比和易立竞老师那次是有进步。那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气场啊！他现在有主场感，但说太多了。但是他们那天就是为了气我。接下来，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我们俩其实都会面临到的。他自己知道问到不重要的问题，所以他都放松了，跟换着讲。他就知道这难关已过，太可爱了。像初入职场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，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职场上不公平的对待，或者是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声音。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处理的，或者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自己心态的？其实，首先，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幸运的那一个了，一直被大家鼓励和关爱着。对，可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互联网做一个势能的放大，那我可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有限的。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，我接触到的评价和认识我的人会更多。他们给我的反馈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整理自己，去看清自己。因为我一直觉得在人世间的修行，能够很正确的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反馈，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渠道。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去汲取能量，然后我不断的修炼自己，去真正的看清自己的欲望和恐惧是什么。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排解的方法，就是我让这个痛苦穿过我自己，然后我就去做一些让我快乐的事情就好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的转移注意力。因为我是一个忘性蛮大的人，我不会一直在反刍那个痛苦，或者是陷入一种漩涡里面，我很容易让这个东西穿过我的身体，然后打开散掉，然后我走出去，然后感受到更多的新的能量进来，其实这个事情就会被自然而然的稀释掉和化解掉。我觉得只有你自己把那个课题解决掉了、消化掉了，你才可以有新的成长，你才可以有2.0、3.0更新版本的自己。那其实我们今天采访的部分时间差不多，但是我有给你准备一个小惊喜。什么小惊喜？因为其实很有趣，我这2天在做功课的时候，我有看到。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孟雨桐，它是什么？有的人说它像玫瑰，因为我觉得它热情、浪漫、温柔。但我觉得其实向日葵更能代表你。谢谢，我好喜欢向日葵，就是向阳而生。我非常喜欢向日葵。天哪，真的有花哇！你们太贴心了，我很喜欢向日葵。我们就选了这个向日葵。哇，好感动哦！我觉得它的力量感很强。谢谢，我很喜欢向日葵。对，我希望你可以其实一直坚持这样走下去。真的很用心。就是我之前其实准备了一段很鼓励的话，或者很哭了，对，很激励的话。但是其实我今天跟你聊下来之后，我觉得完全不需要。我觉得你好真诚啊！我觉得我真的只需要把这束花交给你就够了，因为你自己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很强大的状态。谢谢宝贝，抱一下。你只要加油，坚持下去就好了。谢谢。
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态度的代表。当时一会儿真的哭了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谢谢。我们一起就是记录一下，拍张照嘛，好不好？定格下这个美好瞬间。好。向阳而生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见，辛苦了。哎，你碰到这种把自己端在那儿的嘉宾，你这是绝对不行的呀。对啊，就你是怎么把他弄下来的？你就需要在他这里头挖细节啊。你可以粗犷的问，但是粗犷的问之后，他最考验的人是追问。你无论他给什么一个东西，你要迅速的调整一个角度，就是包抄，方方面面包抄。围剿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围剿。其实采访就是这样的，直到拿到事实，没有事实就没有一切。